所以到底为什么家属突然愿意手术了，而且还是精心间踏病？这我问刘栋了，是欧阳达，他拉来了瓣膜厂家的资助，而且用了一款新产品，所以家属和林主任才决定做的。有资助对病人来说当然是好事，但不管是产品公司还是代理商，都不能对具体病人进行1对1资助，那是违规的。他们走第三方了吗？走了，走的基金会啊。同等资助标准下，于爱珠是最符合条件的，所以就给他了。你真觉得那么巧吗？还是丁三给的于爱珠？巧不巧的重要吗？能帮到病人就行了。资助的事儿你完全没有管，对吧？是欧阳达跟盛主任操作的，对吗？就不需要我管。所以啊，手术跟产品过的是你的手啊。什么意思？是盛主任要害我，还是你前女友要害我？我跟你说过，欧阳达是不择手段的人，就算临床没有需求，他也会创造需求。他的出发点不是病人，是挣钱。他想挣钱也没错。你了解现在他吗？还有个儿子，你知道吗？叫小森林，今年5岁，RCM。刚出生的时候症状还不明显，3岁因为肺炎入院才确诊的。现在虽然在用药物减轻心脏的负担，但心肌纤维化不可逆，舒张功能也缓慢恶化。叔叔，但是医院的松鼠很早就起了，因为医院的早晨是从6点钟就开始了。姥姥叫我们了，医生叔叔，再见。哎，别跑，别跑，不能跑。跟你说过了吗？慢慢走。1、2。之前你不是不知道她为什么离婚吗？就因为这个小森林。孩子确诊之后，她老公觉得是个负担，所以才跟她离婚。所以她现在拼命工作，努力挣钱，就是为了给孩子治病。才5岁，你什么都不知道，就别对人家有偏见。该长大的人不光是我，你也该长大。那你呢？为什么不做医生，转去做医药代表？跟很多转行的人一样，我就是想多一些自己的自由时间，多挣点钱。这不是你该下的判断。病人家属只要人能活着，花多少钱，哪怕倾家荡产都愿意，不需要有人去胁迫他。周主任，你是不是对我有很大的成见？张医生生我气了？没有。你理解一下我，我也要养家糊口。再说，那个病人不是你们科明确不要的吗？现在这个结果不也是对病人好吗？结果自然是好的，我也为病人和家属感到高兴。但什么叫是我们不要这个病人？他们当时那天已经明确说了不接受手术了吧？啊，那是我说错了，是我的问题。好了，张医生，你大人不计小人过。欧阳经理，你没必要跟我道歉，我只是为周主任感到不平。整个科室的业绩跟所有人的压力现在全在他一个人肩上扛着。现在心外科有来势汹，你也一样，转身就去心外。我这也是没有办法了，我得给自己找一条活路。我交接期限马上就要到了，我知道我找周主任肯定是没戏，所以我来找你，看能不能最后帮我努力想想办法。努力？你还不知道啊？主任已经以德报怨，放过你了。主任，万安培那边换人对接了吗？
还没呢，之前答应给他们交接期，我就还没催呢。你给秦兄打个电话吧，跟他说不用换人了，但未来一定要好好把关，原则性的问题不能再犯。哎，对呀，刚才张真跟我打电话了，我还没来得及告诉你呢。欧阳，这个周晓峰还挺逗的啊，这个时候回来找我，你说他是对你心软了呢，还是觉得心外有危险，还得用你这颗棋呢？我跟了主任这么多年，我了解他，他就是表面上看着比谁都冷，其实他内心比谁都软，兢兢业业的对病人好，对同事下属好，对家人朋友都好，他唯独就是对自己苛刻。如果他真的想扮演一个表里如一的狠角色的话，他至于像现在这样内外交困的吗？林主任，监护室那边好像没有床位了。那怎么办？联系方医生。小然，我这儿有个急诊病人马上下台了，他们说监护室没床位。对，新外这边满床，而且不巧这个星期连续有3个病人术后都有并发症，暂时也转不出去，床位被这么一压，流转就慢了。行，我知道了。这个病人不能一直躺手术室，实在不行，咱们把于爱珠提前转到普通病房。不行，我再想想。联系周主任。好。喂，你们新内监护室还有病床富裕吗？怎么了？我这儿有个急诊病人，马上下台了，没床位。如果你也不能周转，那于爱珠可能就要提前转去普通病房了。知道了。知道了。周主任意思是转还是不转？哎呦，饿了！哎呦！哎呦，妈妈真饿了，爸爸你看，好吃吧？哎，不吃，妈妈来。哎，床位谢谢啊。好不好吃？好吃吧？好吃。哦，这个就是水刚冒小泡泡的时候我下的面，少放了一点点猪油，香不香？香。还加班吗？今天？一起吃饭。吃蒜，吃面。海鲜面。可以。周主任，你看到林主任了吗？应该在手术上。啊，怪不得我给他打电话都打不通。我就在这等他吧呢，等他结束了，我再把资料给他。什么资料？关于人工心脏的。前2天我们聊到最新款的双心辅助，他挺感兴趣的，正好产品资料出来了，我就给他送过来。
你们还有代理创新辅助？不是我们公司，是另外一个产品。这个产品适应症更多，体积又小，我想万一能帮助到小瑞呢？总归多了解一些前沿信息，多一个渠道，多一个希望吧。方便让我看看吗？当然了。要不去我办公室等吧，我让林一过来取就行了。好。怎么了？鞋全湿了，脚冷。请坐。脚冷就要哭啊？你不懂，脚冷就全身不舒服，全世界不开心的事都想起来了，一整天都不开心。我自己来吧。都说胃是情绪器官，怎么，你脚也是情绪器官啊？哎，我都生病了，你还不关心我？这个给你，先治愈一下你的坏心情。坐吧。谢谢。雨下这么大，怎么没开车啊？嗯，我爸把车开走了。小心点。谢谢。周主任，谢谢你网开一面，这份工作对我来说很重要。之前是我误会你了。小人跟我说了，梁美的事儿你没有责任。还有这次，那个主夹的病人，经心间胎位是没有办法的办法。周主任，你一定很清楚，这个手术风险本来就很大，除了林主任，恐怕没有人能接受这个挑战了。不管怎么样，病人得到资助，手术也成功了，那就是好事。而且你还帮忙联系了养老院，家属们也可以松口气。能帮多少就帮多少，都是有父母的人嘛。所以你转销售，就是因为孩子。林主任跟你说的。当主治，一个月就那么点薪水，就算是升了副高正高，工资涨上去了，那我也害怕。我害怕我孩子等不到那个时候。我现在做销售挺好的。我总是能第一时间掌握所有的最新技术信息，我心里还踏实。其实，在森林确诊得这个病的时候，我还挺自责的。
我怀他的时候，正在做住院组，那个时候每天忙得昏天暗地的。怎么会安排孕妇做住院组？是我自己的选择，我一开始就没有跟医院说我怀孕了。我不想错过那次机会，一旦错过了，有可能就要再等1年，甚至2到3年才可以生主枝。我不甘心，但是后来呢，我也明白了，人生就是这样，总是要做取舍的。你有带孩子做基因检测吗？基因突变。那孩子的病就是个意外，跟你的个人选择没有任何关系。是，我也一直在跟自己说，一切往前看。其实，这些你可以早点告诉我的。说什么？总不能让我哭哭啼啼的在你面前卖惨吧？我可干不出来这种事儿。还是那么要强。你这次不会是可怜我吧？不是，是因为你有能力，也因为我之前对你有一些偏见。你承认了？承认。原来我认为你是个一心只为赚钱的销售，现在我知道你这么拼命是为什么。妲己走了吗？我吗？欧阳经理，你怎么在这儿？那个，你不是要给我资料吗？哦，对，就在那儿。哦。说你看一下，有什么问题随时发微信给我，我给你解答。没问题。那我先走了，周主任。哎，我让他们备了双鞋给你，要不要换一下再回去？不用麻烦了，谢谢。你怎么没跟我说他在你办公室等我呀？我信息上就这么说的。我没打扰到你们俩吧？啊，没有。那他为什么一看见我就跑？你自己去问他。跟他不熟，问他干嘛？哎，怎么了？心脏中心联合门诊，那就算正式成立了。可以啊，当了领导，办事效果就是不一样，那么快就下来了，哪像我们想干点什么还得申请，还得讨论，还得审批。哎，行了，别废话了，批下来我想尽快开始啊。林主任时间没有问题吧？我时间是没问题，但状态受点影响。周主任，能不能帮我做杯咖啡？老师，为病人为科室发展，我是真想把这一站式平台搞起来。周晓峰之前那个联合门诊，您不是也批了吗？联合门诊是在搞联合。但你现在这个方案呢，是要把所有的病人都揽到你那儿去，格局高下立见呀。我不是说你这个方案不好啊，我只是觉得现在周晓峰风头正劲，你也没有必要跟他搞得那么僵吧。那倒不会。那就好。那这个方案你拿回去再好好想想，好吧？小魏医生，500毫升补液进退，你逗我玩啊？哦，我写错了，你改一下。下次能不能不要再犯这么低级的错误了？仔细一点，我是一天天很忙的。低级错误？
那你告诉我什么是高级错误？小叶，医生下医嘱，护士执行就可以了。而且这么显而易见的比喻，你纠正一下就行了。小叶医生，我没有要帮你纠正错误的义务。那你就别问，该干嘛干嘛去呗。好啦，别伤心啊！干咱们这行的，这受点委屈不是很正常吗？我平时受病人委屈就算了，我现在还要受医生的气，他凭什么那么说我？我们护士是丫鬟吗？明明是他的错。谁是丫鬟呀？护长，怎么回事？上班时间哭哭啼啼、吵吵闹闹，像什么样子啊？护士长，我不服。周主任，护士长，方便吗？耽误你2分钟。当然。请进。喝点什么？啊，不用客气，我就几句话，说完我就走。周主任，我是在您去了贵州之后来的心脏中心。当时呢，您的前任王峰主任也快要退休了，身体不怎么好，精力不济，所以呢，临床很多工作我们护理部能干的，我们都尽量多干。他也很尊重我们，但是这毕竟不是长久之计，大家各有各的分工，所以还是要理清才好。分工明确自然是好的，但您具体指的是哪一件事？比如说啊，以后除了在紧急情况下，护士们不再接受口头医嘱，检查用药执行，你们必须出书面的医嘱才行。还有，病人基础生命体征的监测，医生们不能单纯的等护士的提醒和预警，你们自己也应该有定期的巡查。包括为数期病人的宣教，也应该由医生来执行，这样才更容易得到病人的信任。我觉得医生和护士之间，不应该是上下级指挥和执行的关系。那肯定不是，大家是平等的合作关系。所以很多约定俗成的事儿，就需要重新规范了。我明白您的意思。这样吧，我先了解一下情况，看看有没有什么改进方案，再来向您请教。您客气，那打扰您休息了，我走了。大家最近是不是跟护理部有什么冲突？所以说，你自己开错了医嘱，不但没有认错，还责怪了护士。谁让他咄咄逼人、不依不饶的？一个护士而已。什么叫一个护士而已？我上次怎么跟你说的？你凭什么看不起护士？现在就去道歉！如果你不愿意改变你的态度，你现在就给我走！小叶啊，其实我们跟护士的关系都挺好的。你可能刚来不久，你还不太了解。护士们工作其实都很辛苦，他们很累的。一些成熟的护士，他比我们能更早的发现病人的异常，那我们都很感激他的。私底下我们也会买一些奶茶呀、咖啡呀，互相送来送去。或者你闹点小矛盾，你不能吵到脸上嘛，对不对？手别抠了，桌子给你抠坏了。小叶，可能我话说重了，但我必须要让你明白，如果你不能放下你的傲慢，不能学会尊重你的队友，那我认为你离一个合格的医生还有很远的距离。
去吧。主任，回头我会找他再好好聊聊的。我都跟他聊过了，不懂他为什么这么执拗。小叶其实资质真的挺好的，天赋异禀的人嘛，难免性格上都有些古怪。一个领艺就够我受的了，现在又来个小的。不过，沈护长那天说的，虽然带着情绪，还是有道理的。医护之间确实应该建立更好的沟通机制，明确职责边界。你去搞清楚目前到底有哪些模糊地带，尽快反馈给我。好的，主任。杨兰姐，我是真没想到这事能把咱们人气科室的牌子给弄没了。哎呀，流动牌子嘛，流动起来才对啊，是不是？没事，下次咱们得争取回来。那都怪咱们这多久了，都怪你是。好了。有什么事儿吗，小叶医生？小金，对不起，我那天态度不好，我向你道歉。我可担不起，我们护士就活该被呼来喝去的，哪敢让叶医生道歉呀？我什么时候对你呼来喝去了？我，反正我道歉了啊。哦。哦，哎，不，哎，得，俩酱肘。把你身上输给身上，回去可难。到医院了，没事，没事，我在呢，我怕，快点。你别睡，你别睡，不怕，不怕。好，家属在外面等一下。看他的样子很不乐观，胸痛、呼吸困难，可能有急性左心衰了。我马上到。主任，血检做了吗？检查报告已经出来了。第二具体异常增高，高度怀疑急性肺栓塞，安排一个心超给他做个 CTPA。好。大东，别紧张，我们先给你做个检查。怎么刚好一点又肺栓塞了呀？他是肺又不好了吗？先坐，心脏和肺是连在一起的，他心功能本来就不好，肺部也会有所连累。加上他长期卧床，很容易有下肢静脉血栓。也会增加肺栓塞的可能。总之，原因是多方面的。现在最快速有效的方式就是导管碎栓抽吸，周主任会亲自操作，这你放心。好，都听你们的。开始取栓。拨点水。你好，手术室。请问盛年盛主任在吗？盛主任在台上，请问您哪位？我是 COTRS 系统的值班员小胡。现在有个紧急通知，系统显示本市出现了一位器官捐献者，目前脑死亡状态已达标，在系统首批释放出的预分配等待者里面，
你们东丽医院心外科的鲁大东排在第1位。真是个好消息啊，主任！这么短时间就能匹配到心脏供体，简直比中彩票还难。太好了，快通知林主任。好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尽快评估一下鲁大东的情况，看适不适合做移植手术。1个小时内回复系统下发的预分配通知书，抓紧时间。方老师，那个时间好赶，1个小时内就要回复。从供体获取到安排移植手术，冷却血是有时间窗口的，最多6个小时。不然轻则浪费了一颗珍贵的供体，重则影响手术效果，导致移植物失功，受体死亡。那他现在情况适合移植吗？肺栓塞是移植禁忌症，急性肺栓塞只是相对禁忌，需要评估。情况怎么样？取栓顺利吗？有难度，但还算顺利，基本可以确定不用再上一步了。我这边很快就结束。那你预估一下，他术后4、5个小时能接受移植手术吗？啊？供体出现了。要看他血流动力学的情况，目前他右心功能也还可以，正常来说应该没问题。系统首批给出的5个受体排队病人，第1个和第5个都是东丽心脏移植中心登记的，另外3个是其他中心的。如果鲁大东不能确认接受移植，那就要考虑后续病人。鲁大东能排在第1个，就说明他的病情最危重。既然出现了合适的供体，无论如何都不能轻易放弃，不然他撑不了多久。那现在情况怎么样？取栓很顺利，不过在监护室出现了低氧的情况，给他插了管。那家属什么意见？家属1000、1万个愿意。那就好。如果他有点什么不良症状，我们想方设法要干预缓解。到了中心的供心，务必不能让他飞走。氧合改善良好，按照林毅的要求，4、5个小时内真的大有希望能恢复好。供体可遇不可求啊，一定要给大东把握住机会。梁美知道有供体之后啊，高兴的又哭又笑的。还好当初你坚持没有给他上左心辅助，现在移植手术的费用也不用太发愁。哎，你刚才说名单上有2个，还有一个是谁？我把受体排队名单发群里了。主任，我打个电话。哥。这第5个是小瑞吗？真是没想到，才排了1个多月就排到第5了，我以为会很靠后呢。受体患者的排队顺序是会根据病情的轻重缓急，还有供体的匹配情况有所调整，每次都不一样。但不管怎么样，总算看到希望了呀。鲁大东现在情况怎么样？取栓之后，血流动力学稳定，血氧也上来了，可能会有再关注损伤，需要观察一下。不过按他目前状态来看，没有活动性出血，整体是向好发展的。那就好。哎，来消息了。捐献者的家属悲伤之下情绪反复，下不了决心捐献。我们目前正在尽力沟通。家属怎么会这个时候反复呢？那如果他们沟通不下来，鲁大东岂不是？家属有这种心情也能理解，换一个角度想，也算是给鲁大东多了一些恢复的时间。
喂，沈主任。好，我马上过去。其他中心的受体病人也已经陆续反馈了。排位第2的病人前2天去世了。排位第3的使用人工心脏效果不错，暂可移植。排位第4的对于移植手术本身还有迟疑，也拒绝了。所以原本排在第5位的，现在实际排在第2位。小国这边暂时还没有回复系统，说鲁大东接受移植。我希望大家再商量一下，移植手术的时间窗非常的窄，如果鲁大东一直缓不过来，这次机会是不是就浪费了？这事儿确实有必要好好斟酌。系统的预分配通知一旦回复确认了，回头病人又没有完全恢复的话，撤回确认书的流程会非常麻烦，也需要费很多的口舌去解释，还要向卫健委提交详细的情况说明，既浪费时间又耽误事儿。所以，我们要不要和鲁大东的家属沟通一下，放弃手术？同时，为了保险起见，我们要通知排在第5位的林希瑞到院里候着，该做的检查都做好。如果接下来几个小时鲁大东一直好不起来，那林希瑞可以及时赶上，供体才不会被浪费。确实有这必要。当然，候补病人也有可能白跑一趟，所以这些也需要提前跟家属讲好，不然希望越大，失望就越大。会的，放心。那我先去忙了，有什么新的信息，我在群里随时跟大家同步。辛苦了。小林，来一下。真的假的？这么快就匹配上了？我也没想到。太好了，你别激动，慢点，听我把话说完。虽然是匹配上了，但你不是第一个。前面的受体病人现在状况不太好，所以医院讨论下来，希望你可以住院等着。你愿意吗？行，我先在医院等着吧。但是，如果前面那个受体病人情况好转了，症状缓解了，供体就是人家的，咱们很可能是白跑一趟。我理解，一哥，现在有这么一丁点希望，我已经很开心了。我现在去收拾东西。之前那些报告什么的都得带着吧？对，还有充电宝、充电器。哦，小人姐送我的杯子也拿上。一哥，上次我爸等了那么久才匹配上，我这一下就匹配上了，我已经很幸运了。无论如何，这供体就应该是小瑞的。难得有匹配的供体，怎么都应该留给小瑞。但鲁大东排在前面。那没办法，他运气不好，突发肺栓塞。这的确也是移植禁忌症，是绝对禁忌还是相对禁忌？这本来就没有个严格的标准，保守点还是激进点，这里面是有弹性的，对吧？回头他们要问起来，我们也可以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。适不适合做手术，这得依据临床判断。
他现在的情况刚好处在临界状态，我们有最终的决定权。走吧，一哥，我收拾好了。好了，欧阳老师，看完我给你拿。好，谢谢。小瑞，哎呀，小梅姐，真是你啊！你最近咋样啊？好点吗？我还行。东子哥怎么样？他昨天急性肺栓塞，周主任给做了介入，现在在监护室住着呢。别担心，周主任技术很好的，监护室还有小严医生在，东子哥很快就能恢复的。是，好不容易等到合适的心脏，怕的是他现在恢复的不够快，禁忌症好不了，就错过这次移植的机会了。东子哥他皮不到更体了。多少次抉择，不过是在兑现一场梦。当初的执着，像一首还没唱完的歌。我回来看看世界，还有多少善恶在焦灼。你在哪儿，我就知道，风雨只是经过。栀子的心跳从来不曾示弱，一双双手缝合在破碎的心河。那数过的伤口，触摸过的黑暗，还是我们哭过，去世就要微笑着。栀子心跳就是需要人把棱角留在最后顽固的紧握。逆光划破黑夜，我想总有一个你会治愈我。最怕的不是路太远，是忘了为何活。栀子的心跳从来没有如果，一双双手缝合在坠落的花火，用全力去拼搏，才听懂那脉搏，还是我们颠簸，去使命运都开阔。栀子心跳就是需要人把拥抱留到最后，烟不燃成垢。世界再多路口，我想总有一个你会并肩走。新的故事要说。